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蔚来旗下的子品牌蔚来乐道 L60。作为蔚来旗下纯电的子品牌的第一款车，这辆车可是蔚来主打的一个冲销量的车型，所以它到底能不能称为爆款呢？我们今天就全方位的解读一下。这辆车的外观是有5种颜色的，橙色就是它的品牌色，也是它的主打颜色。除此之外，还有蓝色、白色、黑色和银色。现在它的起步价已经公布了21.99万起，给到的是一个后驱版本和4驱版本的选择。那在上市之后，我觉得价格还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作为这个价格的一个中型 SUV， 大家直接把竞争对手定到了特斯拉的 Model Y， 所以它跟 Model Y 比是否具有绝对性的优势呢？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来详细的慢慢聊。很重要的点，这车它居然支持换电。那我们先看车。作为一辆家庭用车，空间一定是它的最大的卖点。现在我在后排，它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敞啊！前面是一位男性正常的一个驾驶坐姿，我们来感受一下。首先，它的腿部可以翘二郎腿，而且我们的男性同事都在这里，依旧是这样。头部离天窗的距离，1、2、3圈呀！这辆车它主打一个5人座位，后排需要同时坐3个人的话，它也希望第3个人并不拥挤，它的全部4个座椅都能够完全放平放倒，形成一个超级大的大床模式。这是为了之后可能要开这辆车去露营啊，有一个大床可以在车里面休息。后备箱的空间非常的宽敞啊，觉得5个人的行李搁这儿是没有问题的。厉害的点来了，来。底下有一个非常深的储物空间，这是一个21寸的登机箱，给它搁进去，盖子依旧能够平整的盖上。最厉害的是什么？听说这里面能装下1个人，想试什么？我盖上了，大面活人。中控这里有一个主驾驶放手机进行无线充电的地儿，副驾驶放手机没有办法无线充电的地儿。前方还有一个小的储物格，放一些零碎的东西，2个杯架，超级深的一个储物箱。在后排的屏幕下方也有一个专属的超级深的储物格。接下来我们聊聊它的补能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多样啊。首先呢，你可以选择买一个家用的充电桩，它现在支持2个规格，可以选择一个是7千瓦的，一个是20千瓦的。当然啦，这个千瓦度数大一点肯定会贵一点，到时候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第2种就是它的快充，就在旁边这里。那快充呢，它现在是有2个电池版本，一个是60度的，一个是85度的。官方给出60度的快充，从10%到80%，可以在20分钟就完成。如果是85度的电池，从10%到80%的补能是25分钟。如果真正能达到这个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那最后一种方式就是换电。之前我们知道换电只有蔚来的车型，那现在蔚来乐道是属于蔚来旗下的子品牌，它也是享受换电的。在第4代换电站里面，可以将近用2分半的时间就可以开着你的满电电池出发了。作为家庭用车，第2个大点就是舒适性的配置，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辆车工程师他们在去创造的时候，在去设计的时候想得非常明白，就是要把一切能够满足家庭用户喜欢的东西、喜欢的细节的点都要给它具备得到。一个一个来说啊，我觉得点还蛮多的。首先呢，它的副驾驶座椅被称为1等驾，或者就是女王座驾，给我们做了一个腿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尤其是第2排没有人的时候，你的副驾驶可以完全的轻松的坐在这里享受旅途。除此之外，我们的座椅上的配置也是非常齐全的。前排有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说起来通风呢，它也有小心思。它这个通风的方式是一个坐垫吹风靠背吸风的方式。那你就会发现，它这个凉风虽然给到非常的凉，但是一点都不直吹，不难受。后排呢也全部给你加了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是没有的。我觉得可能使用频率也不会太高。前后玻璃它都是可以防晒隔热的。上面的天窗呢也是镀膜，可以达到99%的革紫外线。还有一个必须要夸的点就是这辆车其实它在座椅方面下的功夫挺足的。作为一个老的蔚来用户，其实我经历了蔚来的第1款的 ET7， 蔚来第1款的 ES6， 那会儿它的座椅其实不管是角度啊还是整个座椅的厚度都会偏硬，所以你作为家庭用车来讲，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瑕疵。在它后来去升级以后，新款的 ET7 我觉得它最大的进步就整个座椅真的是超级的舒服。这个非常好的方式
沿袭到了这辆乐道 L60身上。它为什么座椅会这么舒服？首先它会给你感觉很厚，它用的复合材料的厚度其实相较于同级别来讲会多一点，所以整个座椅的厚度高了以后就会非常的柔软，会感受到它的密度非常高，所以它的回弹性很好。第二个就是柔，它的这个材质是非常亲肤柔软的，所以又厚又柔软的这样的座椅沙发，你坐在这儿，整个人就会感觉更加的舒服了。后排有一个还算比较大的屏幕，屏幕里面你可以直接去调整后排的座椅加热，然后它可以直接调整副驾驶的座椅角度调整，副驾的收起恢复和沙发床，沙发床就相当于是一个观影模式，它这块把头枕拆下去以后，跟你这块后排的坐垫完全平了，然后这个靠背又很柔软。所以现在我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休息了，而这种方式主驾也可以这样。打开看电影的模式，最有意思的是它有个一起看，可以跟前排的中控屏幕进行一个同步。除了听歌啊、控制空调以外，这儿还有一个亲子模式，像小朋友的动画片、儿歌故事都可以直接在这里去选择。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二排的空调，它放在了 B 柱上。我觉得 B 柱上吹风的感觉肯定是比你的空调放在下面吹风的感觉要好的很多。官方说能够达到10分钟降30度，咱虽然没有测试过啊，但今天在千岛湖，外面天气这么热，我们进来。这种空调制冷的冰冷度，我觉得同级别车型很少有它这种快速降温的能力。这儿有一个离车舒适保持，点击以后我们去吃饭嘛，然后将近40分钟回来以后，车里面依旧是19.5度，特别的舒服，咱们就可以直接出发了。好了，我们现在把这辆车开起来喽，来聊聊这辆车的驾驶感受以及它的智能化。先说驾驶感受哈，真的就是很好开。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其实上手肯定是没有什么难度的。虽然是一辆中型 SUV， 空间又非常的大，但是你会觉得，哪怕是在这种弯道很多的地方下，它依然会保持有一个它的这种操控感，而且它的方向盘很轻盈。说白了就是你会觉得这辆车开起来真的是很像轿车的感受，它不会觉得很笨拙。而且我们开的这辆车，它其实是一个双电机的4驱版本车型，相对来讲会更有利一些。但我觉得后驱的车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再看一下可视化的这种视角程度，因为前面没有这个仪表盘嘛，所以你在看你的整个车辆信息的时候，主要集中在是中控屏幕的左半边区域。那左半边它的信息显示呢，包括它的时速、动态、综合能耗都在这里了。这块的这个视角程度看上去其实是很方便的。右边呢就基本上是我们的地图导航以及我们的音乐，但是如果你希望全屏的感觉，它是可以很轻松的给你划过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对于电动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智能化。先说一下这个屏幕的智能感受吧。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个屏幕整个的一个 UI 界面的设计，那它的唤醒词是小乐小乐。我在小乐的反应速度还是蛮快的，而且它能跟你在20秒之内进行一个持续性的对话，并且小乐的整个的这套车机系统的感觉其实和蔚来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你的上手并不是很困难，并且你有蔚来手机的话也可以跟这个屏幕进行一个实时的联动。这辆车的领航辅助呢叫做 LED， 开启它的方式很简单，然后你方向盘左边这块一摁就开启了，它是一个纯视觉的方案。就说一说它的硬件设施吧，是有11个摄像头，7个800万像素的，然后4个300万的环视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1个4D 的毫米波雷达。那在纯视觉方案层面，我觉得卷的最中依旧还是无图支架，所以我们其实后续会比较期待它整个在全领域的这个路面上的一个智能驾驶的表现。但目前啊，我们刚才轻轻的去试了一下弯道的这个支架感受，它是能够完全根据我们地图导航的结果去实现自动去驾驶到一个目的地的，但是现在还是有一点在学习的状态，而且工程师也有表达说，其实现在是一辆工程车，所以它也不是它最终一个上市的一个完全呈现的版本。简单来讲就是拭目以待一下。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想说这辆车它有一个很厉害的点是它搭载了一个全自研的900伏的高压平台，那这个是我们去年在拍蔚来 ET9 的那辆旗舰轿车上的时候搭载的，然后现在是首次量产车型是用到这辆 L60身上。那它的好处就是它的体积小了，然后它的效率会更高了。最大的方式就是你发现它的充电，它能实现更高的电压进行充电，它的充电也会更快了，所以我们的电池的续航也就有了保障。那最后其实我来总结一下我看到这辆车的4个核心的竞争点，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成为爆款趋势的4个点。第一，